我老公有个群，这个群给我坑惨了。这是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为了努力学习本土文化建的群。最近他们在研学和探讨，当你跟中国人说话的时候，感觉听懂了一点，但又没真听懂，如何万能回复。这里边有个老外汉语头子发了一个图，就叫万能回复。每天这个头子还在群里头教，当别人夸你的时候说嗨。但你知道大多数外国人是很难分清中国的4个音调嗨嗨海嗨的，所以他在群里是这么教的：不是嗨，不是嗨，不是嗨，是嗨嗨。你说嗨嗨海嗨。嗨嗨嗨嗨，还有各种回复呢。尴尬的时候说啥，领导讲完话说啥，八卦的时候说啥。大胖媳妇已经小练1个月了，老控制不住，要付出实践。但是有的时候对，绝大多数时候错。那天我妈因为俺俩熬夜批评俺俩，大胖媳妇听着就搁那偷摸搜领导说话万能回复。我妈搁那儿，我年轻时候也不在乎，老了你就知道了。我前年得完那一场大病，我全想明白了，那个罪就得你自己遭。谁愿意得病，谁愿意遭罪，谁能替我遭这个罪？大胖媳妇自己搁那列了好几秒，还得是你，还得是你。说完发现气氛不对，有点尴尬，自己还补了一句。呵呵，笑死笑死。最愁人的是温迪夏天又要来了啊，又要来了。他又要来，我不震惊。我最震惊的是啥呢？就是他离开这半年他天天搜我所有的视频，用翻译软件看了所有的评论。他发现很多观众在嘲笑他，说他从加拿大带回来所谓加拿大的特产，但其实都是中国产的，在中国买贼便宜。就大家觉得他有点大傻帽。温迪看完不但丝毫没有生气，反倒心生一计，那就让我的儿子在中国的网上买完这加拿大特产，等我这个加拿大人下次去的时候，把行李箱一打，一开房门，迅速把加拿大特产全放进我加拿大人的包里，然后我再见到彩莲的父母，我就把我包里这些东西打开送给他们，不就完事儿了吗？就当是从加拿大带回来的，内销转出口，内销转出口。于是他选了一堆东西，把钱也给大胖媳妇打过来，他特别开心，让大胖媳妇在中国网购，替他妈把礼物都买好。结果被我妈发现了，张拿铁还背刺他爸和他奶一刀。但是我无所谓啊，反正确实是一样东西，咱们得尊重温迪的想法，人确实自己掏钱来的。我还得准备个母亲节礼物，珀莱雅红宝石面霜，我从去年用到现在还霸着回购榜呢，上脸清爽不油腻，法令纹都没有去年明显了，脸上胶原感十足。现在母亲节礼盒还会赠送主题联名周边，孩子也喜欢。我妈今天早晨自己把快递都给拆开了，全加拿大特产。哎，小麦，这是你买的？不是他买的，这是你买的？我买的。你这些东西不加拿大的吗？笑死笑死，我上架了。你人在中国买这么些加拿大东西，你真想家了？笑死，真的上架了。我非常上架。我妈大概明白了这个事儿有猫腻，张拿铁还来补刀。我想让奶奶给我那个爸爸打电话，让他买的。然后第二天，温迪听说自己内销转出口的礼物泡汤了，给大胖媳妇打电话说：“那这钱你得给我退回来。”大胖媳妇说：“我给你退什么钱呢？我该买的都买了，都是张拿铁说漏的。”拿铁，你爸跟你奶干，你手有点破呀？笑死，笑死。有没有脸皮薄社恐的朋友？我把我的婆婆借你，让你每天社死好几回，肯定能治好。我婆婆快走了，临走跟我说要去雍和宫，她在加拿大就做攻略了，听说这里的开光能给人带来好运，于是我们就去了。到了开光这地方，流程是这样的：开光本身不要钱，但是应该先请一个手串，手串挺贵，你拿着请来的手串再去开光。温蒂坚决不买手串，直勾的就去开光，裸开。我说我给他买，他也不买。到了里边排了老长时间的队呀，前边所有人都开的手串，到他这儿了，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温蒂一看自己手上只有男婴一枚，二话没说将孙子高举起来，把张拿铁当场开了，当场开了。我说温蒂，你给我整老尴尬了。他说开光是免费的，对不对？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没人说一定买串，对不对？那我就把拿铁当成串，有问题吗？我说那他确实倒也是个串，倒也是个串。开光了。然后我们前两天在阳朔坐船，码头买票的时候，温迪就问我咋收费，我说成人全票1.2米到1.5米，儿童票半价。结果上船的时候，检票那儿有个身高线，我都过去了，温迪咔嚓把我薅回来，大声喧哗：张彩玲，你应该买半价票，你只有1.48米。所有人都看我呀。我说温迪，你别吵吵了，我就愿意多花那60，行不行？行不行？温迪说：哎呀妈，你钱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当2天网红飘了？飘了。不光坐船，回民宿还被举报了。我们民宿有免费泳池，温迪一天游6遍，这倒也没毛病。但是我们这民宿呢有4栋小楼，每一个楼都有自己的院，每个院都有自己泳池。然后那天下午，民宿老板就给我打电话说，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外国女子擅闯人家4号院人自己家包院的游泳池游泳去了。人4号院住的这个山东大家庭，面对这个外来生物也很懵啊。老板就问我说：“你们2号院是不是有3外国女的？你知道是哪个吗？”我说：“听这个作案方式，我知道是哪个。”我去给他逮回来。我去给他逮回来的时候，就跟小时候我妈批评我一样啊，自己家游泳池上别人家游什么游，就看人家的好。我婆婆说：“4号院泳池下午旁边放水果。”我说：“温迪，一会儿还得去爬山呢，你这么白，特别容易晒出晒斑，赶紧涂一点我的
的修丽可防晒小银伞吧，它跟别的防晒可不一样，高倍防晒还能美白淡斑，肤感特别好，像这样伪素颜出门多方便。然后昨天我们去火锅店吃饭，他看人家别人过生日贼热闹，他也很心动啊，偷摸问我这么办 party 得多少钱？我说只要你过生日就不要钱。温迪问我那他咋知道我啥时候过生日？查护照啊？我说不查，谁骗这事儿啊？结果我这一没注意接了个电话，就是这一幕啊。还拿了人家3个玩具，人家火锅店小姐姐都看过我视频，说温迪你是4月份生日。温迪说啊，我今年过阴历。我说温迪你咋还知道阴历呢？温迪说我才明白，阴历在英语中叫 Chinese calendar， 就是中国历的意思。他以为他的中国历生日是自己随便选的呢，幸亏他要走了，他如果不走，为了占便宜，他得天天过阴历，他这个月月末就得阴历96岁，回去再见他61岁的老伴儿，那都得阴阳两隔的，阴阳两隔的。走了，还抱着这个豌豆苗的根儿给人打包了，说回家还能长，再过阴历的时候啊，抱过来再涮。我以为今天的主题曲是生日快乐歌呢，没想到其实是把根留住，把根留住。这外国人对中国的属相不了解，能扯出多少乐子，你都想不到。我的婆婆温迪65年生人，属蛇，但她自己不知道，她一直以为属相这个东西吧是自选的，所以在来中国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应该是属龙。直到去年第一次来中国，非常开心跟我说她属龙，我心里一算不对，我说温迪我爱你，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坐下来，有个事儿呢，我不能再瞒着你了。你属蛇。温迪听完之后疯了，谁属蛇呀？你才属蛇呢，谁定的这事儿啊？我说没事儿，温迪，有人管蛇叫小龙，也都差不多。温迪说你拉倒吧，那李小龙咋不叫李蛇呢？李蛇呢？温迪还没等接受自己属蛇这个残酷的现实呢，又被我妈给吓着了。见着我妈说温迪你属啥呀？温迪说他们都说我属蛇。我妈说啊，那你今年58，挺年轻啊。我婆婆当时惊呆了，就是完全不懂我妈是怎么在得知她属相的下一秒就算出了她的芳龄的。她以为我妈是一个什么萨满巫师搁这算命呢，还试探了一下我妈说那旁边那个吹唢呐这个男士你属啥？吹唢呐的人说我也属蛇。温迪问我妈那他多大？我妈说他那46呗。温迪后背一身冷汗呢，就拉着我说他是怎么知道一只蛇和另一只蛇之间差12岁的？哎，你妈有这种神算别人年龄的特异功能呢？你平时不往出炫耀吗？我说是，你也谦虚点，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不告诉。温迪回到加拿大，就向她的老公布莱恩宣布了这个噩耗，她原来不属龙，她属蛇。布莱恩也很震惊，说那我一直以为我属虎呢，那要这么说我也不属虎呗。温迪说哎呀妈呀，那要这么说可不是咋的。结果俩人一查，布莱恩属鼠。温迪说完了，你这还不如我呢。我说你们俩是真有意思，本来应该是龙虎双雄，结果闹了个蛇鼠一窝。你说这扯不扯？温迪就一直非常纠结属相这个事儿。她的好姐妹乃奥米来她家看她，还问人家属啥，人乃奥米说我属猪。温迪还安慰人家说别上火，我属蛇。下次我去中国找人，争取把咱的属相改。而且我跟你说，属相这玩意儿那才神叨呢。我亲家母，你报属相上算你多大岁数？乃奥米说我不在乎我属啥，属猪我不生气，但是因为猪猜出来我64，那我不太开心。我要是看着能像46，你让我数塑料袋就行。我说改属相这玩意儿也不能改年龄，但是有一些手段可以让你看着年轻一轮。你看我夜也熬着，肤也护着。这 HBN 晚霜我用很久了，抗老的同时特别轻盈温和，感觉皮肤更细腻。HBN 光晚霜就做了2次百人人体功效实测，还录成综艺公开全程，直接看效果。所以温迪第2次来中国就说啥要把属相这事给改了，要求非常强势，第1志愿是龙，第2志愿是虎，不接受调剂。I want to be a dragon。我爸说我不管这事儿。温迪说那我就只能找成龙了。我儿子跟他那么熟，我就直接去问问他，为什么他可以属龙我不能？他能不能帮我改了？ Who do I talk to? Jack Chat。然后跟大白雪说你赶紧最近就安排我去找他。我就把大白雪拉屋里，我说你妈为啥让你带着她去找成龙啊？你俩很熟啊？大白雪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在加拿大那边描述的稍微夸张了一点点。我说你一共就见过成龙大哥一面，待了7分钟，照了1张照片，那你在加拿大那边是咋夸张的呢？他也不吱声，后来让我问出来了。爸爸说他跟扎西是好兄弟，一起出去吃烧烤什么的。那题是真的吗？对呀，我也去了，我也去了。